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1. 作为行星防御措施的一部分 ，NASA 监测星际彗星3 Atlas。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 ，NASA 近日启动行星防御机制，首次将星际天体纳入全球威胁监测名单。这颗名为3 Atlas 的彗星是继奥莫莫后第3个确认的星际访客，今年7月在智利被发现。联合国支持的国际小行星预警网络10月21日宣布，将从11月27日起展开为期2个月的全球观测，这是历史上星际物体首次触发防御演习。更诡异的是，这颗彗星喷射出指向太阳的防伪粒子流，每秒释放4克纯镍，却不含铁元素。哈佛天体物理学家认为有40%可能性它携带外星技术。尽管 NASA 强调对地球无威胁，但前所未有的监测行动让人怀疑真相。如果这真是外星探测器，人类准备好应对了吗？航天安全专家指出，我们只有应对小行星撞击的预案，却没有任何应对外星技术的协议。如果它在10月30日近日点展现人为操控迹象，地球将面临完全未知的局面。2. 美国陆军夜行者在委内瑞拉附近进行训练。据巴西环球传媒报道，美军精锐夜行者特种航空团近日在距委内瑞拉仅90英里的特立尼达高强度训练。这支以黑暗中等待死亡为座右铭的神秘部队曾击毙本拉登。视频显示，黑鹰和小鸟攻击直升机正在演练，配合 B-52轰炸机和 F-35战机部署。这是冷战以来美国在该地区最大军事集结。特朗普已授权 CIA 在委内瑞拉秘密行动，并警告马杜罗别惹美国。过去2个月，美军对毒品船只发动至少5次打击，造成27人死亡。军事专家透露，夜行者装备的独特直升机具备突袭委内瑞拉境内目标能力。马杜罗声称动员数百万民兵应战，但分析认为其老旧苏联装备不堪一击。这会是美国在拉美的又一次军事干预吗？拉美问题专家警告，当年抓捕诺列加时，夜行者也扮演关键角色。如果美国发动斩首行动，将引发拉美数十年动荡。3. 澳大利亚要求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公司概述儿童安全措施。据印度教徒报报道，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员10月22日向4家 AI 聊天机器人公司发出法律通知，要求详细说明保护儿童免受性内容和自残信息侵害的措施，涉及 CHARACTER.AI、Glimpse、AI 等热门 AI 伴侣平台。专员格兰特表示，澳洲学校发现13岁儿童每天花5小时与聊天机器人交谈，不少对话涉及性话题，未成年人正形成情感依赖，甚至被诱导自残。更震惊的是 ，CHARACTER.AI 正面临诉讼，一名14岁男孩在与 AI 伴侣长期互动后自杀。澳大利亚拥有全球最严网络监管，从12月起，社交媒体必须禁止16岁以下用户，否则罚款4950万澳元。不配合调查的 AI 公司每天罚款82.5万澳元。当 AI 伴侣比真人更懂孩子，会养出怎样扭曲的一代？儿童心理专家指出，过度依赖 AI 的青少年可能丧失真实社交能力，如果不及时干预，整整一代人可能学不会如何真正的爱与被爱。4. 欧盟领导人批准使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援助乌克兰的计划。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欧盟27国领导人10月23日在布鲁塞尔峰会上准备批准动用冻结俄罗斯资产为乌克兰提供1400亿欧元援助，却因比利时反对而被迫推迟。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西方冻结了约3000亿美元俄罗斯资产，其中2100亿欧元在欧盟，而比利时金融机构 Euroclear 托管着1850亿欧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议将这些资产做担保，向乌克兰发放贷款用于国防和重建，且只有俄罗斯支付战争赔偿后，乌克兰才需偿还。但比利时新总理德维福坚持要求其他国家分担风险，因为一旦俄罗斯报复，比利时首当其冲。这场僵局凸显了欧洲失去美国援助后的艰难。特朗普已基本停止对乌军援，这会压垮西方金融信用体系吗？
国际金融法专家警告，没收主权资产将打破二战后国际金融秩序。全球投资者会质疑，今天没收俄罗斯的，明天会不会是中国的？这种恐慌将导致各国撤离欧元区，欧洲金融中心地位彻底崩塌。5. 俄罗斯利用欧洲技术建立北极间谍网络。据法国《世界报》报道，华盛顿邮报联合欧洲媒体10月23日发布调查，揭露俄罗斯过去10年利用美欧高科技设备，在北极海底秘密建立名为和谐的监视系统。这个网络由数千公里光纤电缆、先进声呐和海底传感器组成，专门保护俄核潜艇并追踪北约潜艇。调查发现，塞浦路斯公司 Mostrello 充当白手套，从2013到2024年采购了超5000万美元西方水下技术，包括德国声呐、挪威测绘设备和能下潜3000米的水下机器人。更荒谬的是，一些美国制造商在合同部分用俄语的情况下仍出售设备。2024年，德国法院判定俄商人非法采购罪成立，但荷兰记者金秋前往 Mostrello 办公室时，发现已人去楼空。西方的出口管制是笑话吗？军事技术专家指出，这暴露了制裁体系致命漏洞。当利润高于国家安全，欧洲企业正在喂养可能吞噬自己的怪兽。6. Shield AI 开发具有垂直起降、隐身和航程2000英里，可执行攻击任务的 Xbat 战斗无人机。据新阿特拉斯网站报道，美国 Shield AI 公司10月21日在华盛顿揭开 Xbat 战斗无人机面纱。这款革命性武器将垂直起降、隐身、超远航程和 AI 完美结合。Xbat 装备 F-16同款发动机，航程超2000海里，约3700公里。声线5万英尺，可携带空导弹执行打击任务。最惊人的是，垂直起降能力无需跑道就能从航母、岛屿甚至拖车上发射。依靠蜂巢思维 AI 系统，即使通信中断也能自主作战。单价成本约2700万美元，仅为 F-354 计划2026年秋季首飞，2028年部署。这款无人机既可独立作战，也能作为有人战机中程僚机。当 AI 战斗机不需要跑道和飞行员，战争会变成什么样？军事专家认为，垂直起降无人机可从任何地方发射，防不胜防。更可怕的是 AI 自主决策开火，人类对战争控制力进一步削弱。我们可能正见证人类最后一代需要飞行员的战争。7. 加拿大计划10年内将非美国出口翻一番，以实现经济多元化。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0月22日在渥太华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未来10年内将非美出口翻倍，从目前的3000亿加元增至6000亿加元。卡尼表示，特朗普将关税提升至大萧条以来最高水平。加拿大曾经的优势与美国的紧密关系，如今成了致命弱点。目前超过 75% 的加拿大出口流向美国，每天跨境贸易额达36亿加元，但特朗普的钢铁、汽车和木材关税正让这些行业的工人岗位岌岌可危。卡尼坦言，几十年来加美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已经终结，我们必须照顾好自己，因为不能再依赖一个外国伙伴。为实现出口多元化，加拿大正重新接触印度和中国等全球巨头，并将在11月4日公布的预算中宣布50亿加元的贸易多元化走廊基金。加拿大真能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吗？贸易专家指出，上次加拿大设定类似目标时，靠的是油价飙升和黄金价格暴涨，而非真正的经济转型。要实现出口翻倍，需要大规模港口、铁路和管道基础设施投资，但这需要数年时间。更现实的问题是，当全球其他市场也在保护主义盛行时，谁会接盘加拿大的产品？8. 特朗普船只撞击事件导致美俄贩毒联盟关系紧张。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自9月以来对加勒比海贩毒船只发动至少9次致命打击，已造成至少34人死亡，彻底撕裂了美国与哥伦比亚这对拉美最紧密盟友的关系。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指控美军10月16日打击的船只上是一名名叫卡兰萨的渔民，他的船只抛锚发出求救信号时被导弹击中身亡，根本与毒品无关。佩特罗要求在美国法院起诉特朗普政府谋杀罪。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暴怒回击，
称佩特罗是非法毒品头目，强力鼓励大规模生产毒品，宣布停止对哥伦比亚所有援助和补贴，并威胁征收关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随即宣布对一艘所谓哥伦比亚游击队毒品船发动打击。国际法专家质疑这些打击的合法性，指出即使船上真有毒贩，他们也有接受法律程序的权利，而非被当场处决。当毒品战争变成军事行动，谁给美国开枪的权利？国际危机组织专家指出，在与委内瑞拉紧张关系升级之际，疏远拉美最强军事伙伴，这完全是战略自杀。更讽刺的是，美国每年给哥伦比亚4亿美元反毒援助，现在却指控对方是毒贩。这场闹剧正在摧毁200年的盟友关系。9. 美国战斗机部署加勒比海地区之际，委内瑞拉使用俄罗斯导弹加强防空。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面对美国在加勒比海部署3艘驱逐舰、巡洋舰伊利湖号、2栖攻击舰硫磺岛号和核潜艇，委内瑞拉10月23日展示了强硬回应。马杜罗总统宣布，委内瑞拉拥有不少于5000枚俄制真 S 便携式防空导弹，部署在关键防空阵地。此前，委内瑞拉还在拉奥尔齐拉岛举行主权加勒比200秒军演，出动2500名士兵、12艘战舰和22架飞机，重点展示了装备俄制 KH-31 秒海骁反舰导弹的苏30战斗机。这种导弹采用掠海飞行模式，专门用于打击护卫舰和驱逐舰。此外，委内瑞拉还部署了俄制 S-300M 远程防空系统、山毛榉 M2E 中程系统和数千枚真 S 导弹，形成多层防空网。9月初，2架委内瑞拉 F-16战机曾在国际水域逼近美军驱逐舰。五角大楼称之为高度挑衅。俄罗斯武器能否挡住美国？军事专家认为，委内瑞拉军队因经济困难维护不善，很多装备无法正常运转，但俄制反舰导弹和防空系统确实能造成美军伤亡，尤其对直升机和低空飞行的攻击机威胁很大。真正的问题是，一旦开战，这将是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美俄在西半球最直接的军事对抗。10. 关键矿产出口新管制凸显供应集中风险。据国际能源署报道，该机构10月23日发布2025年全球关键矿产展望报告，警告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正变得更加集中而非分散，面临严重中断风险。报告显示，中国在20种战略矿产中的19种占据精炼加工主导地位，平均市场份额高达 70%。更令人担忧的是，铜、锂、镍、钴、石墨和稀土等6种关键能源矿产的前3大精炼国市场份额从2020年的 82% 上升至2024年的 86%， 几乎所有增长都来自单一供应商，镍来自印度尼西亚，其他全部来自中国。自2023年以来，出口管制措施激增，中国已对镓、锗、锑、钨、稀土等实施限制。目前超过 55% 的战略矿产受到某种形式出口管制。报告特别指出，中国4月和10月2次加码稀土出口管制，不仅限制原材料，还包括含有稀土的零部件和相关技术。12月起将扩展至国际制造产品。当一个国家控制全球 70% 的关键矿产，能源转型还安全吗？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警告，即使在供应充足的市场，高度集中的供应链也极易受到极端天气、技术故障或贸易中断的冲击。2010年中国限制稀土出口时，价格飙升10倍的历史随时可能重演，这将严重影响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和 AI 数据中心的成本，威胁全球能源转型进程。11. WhatsApp 将从2026年1月起禁止使用 ChatGPT 等第三方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 Meta 旗下 WhatsApp 于10月18日悄然更新商业 API 政策，宣布从2026年1月15日起禁止所有第三方通用 AI 聊天机器人在平台上运行。这意味着 ChatGPT、Perplexity、Luzia 和 Poke 等流行 AI 助手将被彻底清除。Meta AI 将成为 WhatsApp 唯一允许的通用聊天机器人。OpenAI 已确认 ChatGPT 将于该日期退出 WhatsApp， 并敦促用户尽快关联账户以保存聊天记录。
Meta 声称此举是因为第三方聊天机器人产生的巨大消息量给系统带来沉重负担，需要不同类型的技术支持。但业界普遍认为这是赤裸裸的竞争封锁。今年5月，扎克伯格宣布 Meta AI 月活用户达10亿，通过禁止竞争对手巩固自身垄断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用于客户服务的 AI 工具不受影响，禁令仅针对通用对话助手。当平台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用户还有选择权吗？科技分析师指出 ，WhatsApp 拥有近30亿全球用户。这次封杀意味着 Meta 不仅掌控了你能用什么 AI， 还能收集所有对话数据用于广告投放和自身 AI 训练。更可怕的是，这开创了一个危险先例，其他平台可能效仿，最终导致 AI 市场被几家科技巨头瓜分，创新和竞争彻底消失。12. 美国政府探索入股量子计算公司。据 CNBC 报道，华尔街日报10月23日披露，特朗普政府正与 IonQ、Rigetti、D-Wave 等多家量子计算公司谈判，计划通过商务部芯片研发办公室向每家公司提供至少1000万美元资金，换取政府股权。这将是联邦政府首次直接持股国内量子计算企业，标志着从传统补贴向直接投资的重大政策转向。商务部副部长达巴尔，一位前量子计算高管，正主导谈判，协议可能包括认股权证、特许权使用费或知识产权授权。消息传出后，量子股票飙升 ，IonQ、Rigetti 和 D-Wave 单日涨幅达7%到22%。不过，商务部当天就发表声明否认目前正在谈判，但未来可能性依然存在。此前，特朗普政府已通过类似方式持有英特尔10%股份、稀土企业 MP Materials 15%股份和锂矿公司 Lithium Americas 5%股份。当政府成为股东，创新会加速还是被官僚化拖累？投资分析师警告，量子计算仍处于早期阶段，商业应用遥遥无期。2024年全行业收入不到7.5亿美元。政府入股可能带来更多监管和决策延迟，且如果技术进展不如预期，纳税人将承担巨额损失。但支持者认为，面对中国在量子领域的快速进展，政府必须采取非常规手段，确保美国保持领先。13. 伊隆马斯克设想将擎天柱机器人打造为外科医生和利润驱动者。据商业内幕报道，马斯克在特斯拉第3季度财报会上放出惊人言论 ，Optimus 机器人将成为不可思议的外科医生。这位科技狂人称，结合机器人和自动驾驶技术，能创造一个没有贫困、人人都能享受顶级医疗的世界。特斯拉计划2026年初推出第3代 Optimus， 目标年产100万台。马斯克甚至称这是无限赚钱法宝，可能占特斯拉价值的80%。但讽刺的是，这场发布会对电动车销量和利润下滑只字未提，股价会后暴跌4%。这种激进的机器人医疗愿景，真的能在5年内实现吗？还是只是为了推高股价的科幻故事？专家认为，虽然机器人辅助手术已存在，但完全自主手术机器人面临巨大的技术、伦理和法律障碍，5年内大规模应用几乎不可能。14. 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法案，将强奸定义为未经同意的性行为。据世界报报道，法国国民议会10月23日以155票赞成、31票反对通过历史性法案，将强奸重新定义为任何未经同意的性行为。这意味着法国终于与德国、西班牙、瑞典等国看齐。此次修法直接源于震惊全国的吉塞尔佩利科案，他被前夫下药后，遭数十名陌生男子强奸长达10年。法案明确规定，同意必须自由、明确、事先给予且可撤回，沉默或不反抗不等于同意。值得注意的是，只有极右翼议员投了反对票，他们认为这会让律师解剖受害者的沉默，而非施暴者的暴力。这项法律真的能改变法国根深蒂固的强奸文化吗？女权专家指出，虽然法律是进步，但真正改变需要社会观念的转变，从强奸文化转向同意文化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15. 中国5年计划着眼于在全球挑战中实现自给自足。据荷兰 NRC 新闻报报道，
中共中央委员会10月23日结束4天会议，批准第15个5年计划草案，核心目标是大幅提升科技自立自强能力。这份计划强调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减少对外依赖，同时扩大内需市场。声明称，中国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和不断上升的不确定性，但刻意回避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战。与5年前的计划相比，新计划更加强调技术自给、收入再分配和清洁能源转型。习近平预计下周在韩国与特朗普会面，这场会谈将决定中美科技博弈的走向。中国能否在西方技术封锁下实现真正的自给自足，还是会因过度内卷而错失全球化机遇？经济学家认为，虽然中国在电动车、太阳能等领域取得突破，但在高端芯片等核心技术上仍严重依赖外国，完全自给自足需要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16. 欧盟领导人希望在加沙和西岸发挥更大作用。据新报报道，欧盟领导人10月23日在布鲁塞尔峰会上表示，要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发挥更积极作用。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斡旋的以色列哈马斯停火协议完全没有欧盟参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甚至嘲讽欧洲基本上变得无关紧要，显示出巨大的软弱。欧盟外交高级代表卡拉斯强调，欧盟不能只是付钱支持稳定和重建，还要扮演实质性角色。作为巴勒斯坦最大援助方和以色列最大贸易伙伴，欧盟正努力将西岸警察支援计划扩展到加沙，并寻求加入停火计划的和平委员会。但欧盟内部分裂严重，有些国家如西班牙称以色列行动为种族灭绝并实施武器禁运，而欧盟整体制裁措施却因停火而搁浅。欧盟能否挽回在中东的影响力，还是永远沦为只会给钱的配角？中东问题专家认为，欧盟缺乏统一外交政策和军事实力，在美国主导的中东格局中很难获得实质性话语权，除非在重建资金上施加更强硬的条件。17. 谷歌的 TPU 在 AI 工作负载方面获得青睐。据金融邮报报道，谷歌第7代 TPU 芯片 Ironwood 在 AI 领域大受追捧。这款今年4月在 Google Cloud Next 发布的芯片专为 AI 推理设计，单芯片算力达 4.6 petaflops， 配备 192GB 高带宽内存，是上一代 Trillion 的6倍。最震撼的是，9216颗芯片组成的超级集群可达 42.5 exaflops 算力，谷歌声称是美国最强超算 El Capitan 的24倍，尽管这个比较有些水分，因为用了不同精度标准。Ironwood 能效提升2倍，专门优化 Gemini 等大型语言模型和推理任务。谷歌甚至开始向 CoreWeave、Flustack 等第三方云服务商提供 TPU， 打破以往只给自家用的传统。苹果、Anthropic 等大客户都在用 TPU， 这让英伟达 GPU 面临更激烈竞争。谷歌 TPU 能否打破英伟达在 AI 芯片市场的垄断地位？行业分析师指出， TPU 虽然在特定 AI 任务上效率更高，但英伟达拥有成熟的 CUDA 生态系统和广泛的开发者社区，短期内难以被超越，市场将呈现多元化竞争格局。18. 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将失去美国的支持。据葡萄牙广播电视台报道，特朗普在10月15日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发出严厉警告，如果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将失去美国所有支持。特朗普反复强调这不会发生，因为我向阿拉伯国家承诺过。但讽刺的是，就在采访发布当天，以色列议会以25-24的微弱优势通过了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主权法案的初步投票。副总统万斯访问以色列时怒斥这是非常愚蠢的政治把戏，我个人感到受侮辱。国务卿卢比奥也警告此举威胁加沙和平计划。内塔尼亚胡虽然反对该法案，但除1名议员外，他的利库德集团全体抵制投票。这场风波凸显特朗普面临的两难，既要安抚阿拉伯盟友维持加沙停火，又要顾及以色列右翼联盟的吞并野心。特朗普真的会为了西岸问题切断对以色列的支持吗？中东政策分析师认为，这更像是政治姿态而非真正威胁。美以同盟关系过于牢固，但特朗普确实需要用强硬言辞来维持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
避免加沙停火协议崩溃。19，欧盟国家就全面防御计划达成一致。据挪威晚邮报报道，欧盟在2025年3月推出了名为 Readiness 2030秒的全面防御计划，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完全军事准备。这份计划包括高达8000亿欧元的防御投资，其中1500亿欧元来自欧盟担保的 SAFE 贷款工具。计划重点投资7大关键领域：空中和导弹防御、火炮系统、弹药和导弹、无人机及反无人机、军事机动性、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电子战。欧盟外交高级代表卡拉斯强调，欧洲正进入重整军备时代，面临的变化自1945年以来前所未有。特朗普不断施压，要求欧洲提高防务开支到 GDP 的 5%， 而俄罗斯经济已进入全面战争模式。值得注意的是，这项计划将美国和英国排除在外，意在建立欧洲制造的防御体系，减少对美国武器的依赖。欧盟能否在俄罗斯威胁下真正实现防御自主，还是会因成员国分歧而沦为纸上谈兵？军事专家认为，尽管欧盟雄心勃勃，但成员国之间国防预算和战略优先级差异巨大，匈牙利等国不断阻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这将严重制约计划的实施效果。20，瑞典研究人员创造出超小像素，实现最高可见分辨率。据科技探索网站报道，瑞典查尔姆斯大学、哥德堡大学和乌普萨拉大学的研究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突破性成果，创造出史上最小像素，达到人眼可感知的最高分辨率极限。这种被称为视网膜电子纸的技术，每个像素仅560纳米宽，比可见光波长还小，分辨率超过25000P， 是智能手机屏幕的150倍。关键技术是使用氧化钨纳米颗粒，通过调整颗粒大小和排列控制光线散射，创造红绿蓝3原色，施加弱电压就能关闭像素变黑。研究人员在仅 1.4 乘 1.9 毫米的屏幕上完美重现了克里姆特明画纹，面积仅为手机屏幕的4000分之一。这种反射式显示屏不发光，依靠环境光成像，能效极高且可超近距离观看，非常适合 VR、AR 头显。这项技术能否彻底改变虚拟现实，让数字世界与真实世界无法区分？显示技术专家指出，虽然技术突破令人震撼，但要实现商业化量产面临巨大挑战，包括制造成本、良品率和驱动电路设计等问题，预计至少需要5到10年才能进入消费市场。21，国际刑事法院法官驳回杜特尔特案的管辖权质疑。据底特律新闻网报道，国际刑事法院10月23日驳回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对法院管辖权的质疑，为审判铺平道路。80岁的杜特尔特今年3月在菲律宾被捕，并被押送至海牙，面临反人类罪谋杀指控，罪名与他在2011年至2019年担任达沃市长和总统期间发动的扫毒战争中数千人遭法外处决有关。杜特尔特辩护团队辩称，菲律宾2019年3月退出罗马规约后，国际刑事法院已失去管辖权，但法官在32页判决中明确指出，国家不能通过退出条约来滥用权力以包庇逃避正义。关键证据是，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在2018年2月就启动初步审查，比菲律宾退出生效早1年多。杜特尔特的首席律师称将上诉，但另一道防线也岌岌可危，辩方声称他认知衰退，无法受审。法院已指定医学专家小组评估，杜特尔特最终会在国际刑事法院受审吗？还是会因健康问题逃脱制裁？国际法专家认为，法院驳回管辖权质疑意味着审判几乎不可避免，但杜特尔特可能利用健康问题拖延程序，这是被告常用策略，最终能否定罪取决于医学评估和证据充分性。22，埃及与欧盟在历史性峰会上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据埃及宪章报报道，欧盟与埃及10月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了首次峰会，这是双方关系的历史性里程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与埃及总统塞西签署了价值40亿欧元的新贷款协议，外加18亿欧元的投资和6亿欧元的援助，总计74亿欧元的一揽子计划。这是在2024年3月签署战略和全面伙伴关系基础上的深化。
涵盖政治关系、经济稳定、贸易投资、移民流动、安全和人力资本6大支柱。欧盟看重埃及在中东地区的稳定作用和加沙停火中的调解角色，但人权组织批评欧盟忽视埃及严重的人权侵犯问题，包括系统性镇压、强迫失踪和酷刑。2025年已有约6000人因反恐指控被起诉，其中许多仅因行使人权。欧盟与埃及的战略伙伴关系能否平衡经济利益与人权关切，还是会沦为金钱换稳定的交易？中东政策专家认为，欧盟在移民控制和地区稳定压力下做出了实用主义让步，但长期来看，忽视人权问题将削弱伙伴关系的可持续性，可能引发欧洲内部和国际社会的批评。23 Sora 应用新增宠物客串，准备在 Android 上发布。据生活骇客网站报道， OpenAI 的 AI 视频应用 Sora 负责人 Bill Peebles 在10月22日宣布重磅更新，即将推出宠物客串功能，用户可以上传狗、豚鼠、毛绒玩具几乎任何东西的视频，创建 AI 角色用于生成视频。Sora 自9月底推出以来，已霸榜美国和加拿大 App Store 榜首，下载量约200万。新功能还包括基本视频编辑工具，拼接多个片段，实时显示热门客串角色，改进社交体验，如大学、公司、体育俱乐部专属频道。最重要的是 ，Android 版本终于确认即将推出，虽然没有具体日期，但已在 Google Play 开放预注册。OpenAI 还承诺减少过度审核，提升应用性能，这标志着 AI 生成内容将进一步泛滥社交平台，真实与虚假的界限愈发模糊。Sora 能否挑战 TikTok 地位？ AI 宠物视频会毁掉我们的社交媒体吗？社交媒体分析师认为，宠物客串功能可能引爆病毒式传播，因为宠物内容向来是流量密码，但这也意味着真实宠物视频将被大量 AI 生成内容淹没，用户需要更强的辨别能力。24全球芯片短缺导致汽车行业面临停产。据巴西 CNN 报道，全球汽车行业在2025年10月再次陷入芯片短缺危机，威胁导致全球停产。罪魁祸首是荷兰芯片制造商 Nexperia 中国文泰科技旗下公司。9月30日，荷兰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接管 Nexperia。10月4日，中国商务部反击实施出口管制，禁止 Nexperia 中国工厂出口特定产品，导致80%终端产品受影响。汽车制造商联盟发出紧急警告，如果芯片供应不能迅速恢复，美国和全球汽车生产将在数周内中断，车价将进一步飙升。现代汽车需要1400到3000颗芯片，从引擎控制到娱乐系统无所不包，而 Nexperia 年出货1100亿颗产品，6000多种汽车认证芯片。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警告，即使找到替代供应商，认证和生产也需数月，而现有库存仅够几周。这次危机与2020到2023年疫情芯片荒不同，源于地缘政治冲突而非需求激增。新一轮芯片短缺会重演2021年车价暴涨21%的噩梦吗？汽车行业分析师认为，虽然不太可能像疫情期间那样严重，当时多家制造商同时停产，但 Nexperia 危机凸显汽车供应链的脆弱性，车价可能再度上涨。电动车和自动驾驶技术发展也将受阻。25 NVIDIA H100 GPU 将于下个月推出，用于测试太空数据中心。据太空网报道， NVIDIA 的 H100 芯片下个月即将飞向太空，这可不是科幻片，而是真金白银的商业计划。初创公司 StarCloud 将发射一颗60公斤重的卫星，搭载这款价值3万美元的顶级 AI 芯片，算力比现有太空设备强100倍。更疯狂的是，他们计划建造4公里见方的太阳能板，为1000兆瓦级轨道数据中心供电。地球上的数据中心正被 AI 耗电量压得喘不过气，而太空有无限太阳能，用真空当散热器，连水都不用。从二战后人类第一颗卫星到如今把 AI 送上天，太空竞赛已从探索变成了抢地盘，这会给地球的数据中心产业带来什么冲击？科技分析师认为，如果测试成功，将彻底改写云计算格局，传统数据中心面临被降维打击的风险。26渥太华和安大略省承诺斥资30亿加元建设新核反应堆。
据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安大略省昨天联手砸下30亿加元，压住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总理卡尼把这个项目列为国家级工程，说要让加拿大成为7国集团中第一个用上新一代核电的国家。4座反应堆总造价210亿，第一座预计2030年运行，能给120万户家庭供电。但讽刺的是，面对美国的关税大棒，加拿大喊着买加拿大货，核心技术却得靠美国通用电气提供。从上世纪80年代达灵顿核电站建成，到现在又要启动新项目，加拿大在能源独立的路上走得格外纠结。这种技术依赖会给加拿大的能源主权带来什么隐患？能源政策专家警告，一旦美加关系恶化，关键设备和浓缩铀供应可能被卡脖子，加拿大的清洁能源梦或将受制于人。27，加沙面临数十年未爆弹药清除任务。据路透社报道，加沙的地表清理至少要干20到30年。人道救援组织把那里形容成恐怖的无标记雷区。2年战争留下的未爆炸弹药已经炸死53人，炸伤数百人，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专家说，完全清理不可能了，这些炸弹埋在地下，几代人都挖不完，就像2战后的伦敦。停火协议刚签，清理小组却连以色列的许可都没拿到，连氢爆设备都进不去。从2014年50天空袭留下7000枚哑弹，到如今数万吨废墟下藏着无数定时炸弹，加沙人每天都在生死边缘行走。这片死亡雷区会对加沙重建造成多大的阻碍？爆炸物处理专家直言，没有国际安保力量进驻，人道救援根本无法开展。加沙的未来将被炸弹劫持数十年。28，瑞典社会民主党提议对社交媒体进行年龄限制和身份验证。据当地报报道，瑞典社民党昨天在议会甩出重磅提案，给社交媒体设15岁门槛，每个账号都得刷身份证。党主席安德松说，这是为了保护孩子不被成瘾算法绑架。提案还包括禁止深度伪造，让老百姓拥有自己声音和图像的版权，外加建立国家网络警察部队。瑞典现在只要求13岁以上才能开账号，但形同虚设。从澳大利亚去年通过16岁禁令，到挪威、法国跟进，全球都在跟社交媒体巨头较劲。瑞典这次动真格，背后是犯罪团伙利用社交平台招募未成年人参与暴力活动的血淋淋现实。这种一刀切的年龄限制真能解决问题吗？青少年心理专家指出，技术手段只是表面功夫，孩子们会想办法绕过去，关键还得靠家庭教育和平台算法改革，否则只是把问题赶到地下。29，中国共产党肯定习近平的领导并支持自力更生计划。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中共昨天结束4天闭门会议，通过了2026到2030年5年计划草案，核心就4个字：自力更生。面对美国芯片封锁和关税大棒，公报里一个劲强调科技自立、先进制造业。习近平的路线没变，哪怕过去2年经济数据难看，房地产崩盘，股市暴跌，领导层照样按既定方针办。会上还搞了人事大清洗，11个中央委员被换掉，2号将军何卫东因腐败被开除党籍。从毛时代的自力更生到今天的科技突围，中国又回到了那条靠自己的老路。这种内循环战略能扛住外部压力吗？经济学家认为，短期内会很痛苦，但长期看，中国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已有基础。关键看能不能把科研投入转化成真正的技术突破，不然就是闭门造车。30，全球人道主义援助削减40%，影响非洲和中东数百万人。据比利时新闻报报道，2025年全球人道主义资金直接腰斩。世卫组织总干事8月警告，健康援助比2年前狂跌近40%，这是新冠以来最严重的卫生系统崩溃。救命药堆在仓库没钱发，医护人员成批失业，诊所关门大吉。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需要470亿美元救命钱，到6月底才收到17%，比去年同期少了40%。美国一家削减就砍掉上百亿，英国、德国、法国也纷纷跟上。非洲和中东最惨，1.34亿非洲人等着救援。叙利亚的人道组织被迫裁员40%，
从二战后建立的国际援助体系，到如今各国美国优先，人道主义理想被现实打得稀碎，富国集体撤退会带来什么连锁反应？国际救援专家警告，这不只是人道灾难，还会引发大规模难民潮、疾病爆发和恐怖主义抬头，最终威胁全球安全，没人能独善其身。31耶鲁大学附属项目赢得贝佐斯地球基金400万美元人工智能挑战赛，以解决气候问题。据耶鲁新闻网报道，贝佐斯昨天撒钱3000万美元，耶鲁拿走了400万，两个团队各分200万，一个用 AI 预测海洋碳清除效果，另一个用机器学习追踪牲畜甲烷排放。这场 AI 救地球挑战赛从去年启动，1200多个组织抢15个名额，最后胜出的项目横跨5大洲，从珊瑚礁监控到非洲农民天气预报。贝佐斯砸1亿美元玩这个，说白了就是看 AI 能不能把气候变化和物种灭绝的麻烦解决掉。从工业革命烧煤到现在烧钱搞 AI， 人类总想用新技术补救技术挖的坑。AI 真能成为拯救地球的救世主吗？环境科学家提醒，技术固然重要，但 AI 本身训练就要烧海量电力，如果不配合减排政策和消费模式转变，最后可能是用污染治污染。32实时胚胎成像揭示晚期遗传错误频发，对 IVF 筛查准确性提出质疑。据基因工程新闻网报道，剑桥大学科学家昨天在自然生物技术上扔了个重磅炸弹，试管婴儿的基因筛查可能一直在误判。他们用光片显微镜连续观察胚胎48小时，发现染色体异常大多出现在胚胎外层细胞，也就是未来长成胎盘的部分，而不是胎儿本身。问题来了，现在诊所做基因检测就是从这层细胞取样，结果可能把本来健康的胚胎当成有问题的扔掉。13个胚胎里有 10% 细胞出现异常，但这些都是成功怀孕的案例。从1978年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到如今技术越来越精密。讽刺的是，我们可能一直在看错地方，这会让多少家庭白白丢掉生育机会。生殖医学专家坦言，如果研究证实内层细胞也有类似问题，整个试管婴儿筛查体系都得推倒重来。但现在只能等更多数据，不能贸然改变临床操作。33英特尔报告称，削减成本措施后，利润达41亿美元。据商报报道，英特尔昨天交出漂亮成绩单，第三季度净利润41亿美元，去年同期还亏170亿。新 CEO 谭力武上任就开刀，员工数从10万砍到8万，一年裁了 29%， 收入137亿美元，比去年涨 3%， 股价盘后飙升 8%。但这漂亮数字背后有水分，软银给了20亿，英伟达给了50亿，特朗普政府还直接入股 10%， 砸89亿美元。这家1968年靠个人电脑起家的芯片巨头，错过了 iPhone 带来的移动时代，现在又在 AI 浪潮中被英伟达碾压，从行业霸主到被政府国有化救命。英特尔的故事就是科技行业成也创新，败也创新的血泪史。政府入股能救得了英特尔的命吗？半导体分析师认为，靠裁员和输血只能治标。英特尔真正的问题是代工业务烂到底，如果5年内拿不出竞争力产品，政府的钱也只是延缓死亡。34 OpenAI 收购 Sai， 将 AI 更深入地融入 macOS。据 Ars Technica 报道， OpenAI 昨天宣布收购软件应用公司 Sai。这家12人小团队开发的 Sky 应用能读懂 Mac 屏幕内容，并直接操控各种软件。Sky 创始团队当年开发的 Workflow 被苹果买下，改成了 Shortcuts。现在他们又要把这套本事交给 ChatGPT。Sky 不是普通的聊天机器人，它能悬浮在桌面上看你在干什么。比如你看到开会邮件，它就直接建议加到日历里，不用你预设任何流程。OpenAI 没透露收购金额，但奥特曼的基金之前就投资了 Sai。从 iPhone 的 Siri 到 Mac 的 AI 助手，科技巨头都想让 AI 从陪你聊天变成替你干活。苹果自己的 AI 版 Siri 要到2026年才出来， OpenAI 这是抢跑了，这会给苹果的生态系统带来什么冲击？科技分析师认为，如果 ChatGPT 真能深度控制 Mac，苹果的 Shortcuts 和 Apple Intelligence 都会显得笨拙。
这可能逼苹果加速 AI 布局，否则自家地盘要被别人占了。35. 习近平在清洗后提拔其反腐老将张胜民为第2高军官。据第一邮报报道，中共昨天结束4中全会，宣布67岁的反腐悍将张胜民升任军委副主席，成为仅次于张又侠的2号将军。他接替的是何卫东，后者上周和另外8个将军因腐败被开除党籍，这是自文革以来首次有在任军委副主席被拿下。张胜民长期在火箭军和纪检系统工作，跟习近平是陕西老乡，在前2年的军队大清洗中全身而退，军委现在只剩4个人，习近平、张又侠、刘振立和张胜民，是毛时代以来最少的。从2012年上台到现在，习近平亲手提拔的将军有近1/5被他自己拿下，连当年的福建老部下何卫东都没逃过。这场清洗规模空前，打掉的全是习自己的人，到底是他强势到可以随便杀人，还是军队已经失控了？这种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清洗说明了什么？军事专家分析，要么是习近平发现军队腐败严重到不得不动手，要么是内部派系斗争已经白热化，他必须先下手为强，但这也可能削弱军队战斗力和士气。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啦，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